没事。快回去吧。好。 谷主，您看什么呢？是霍七公子回来了。 看样子，恐怕又是受了重伤。姑娘气质非凡。 想必是薛谷主了。老夫秋水鹤，这厢有礼了。秋水鹤，您是天山派的掌门，霍展白的师傅。展白伤得很严重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送进谷里！ 这回药没带回来，倒带回来个师傅。爹，婴儿，墨儿，墨儿叫外公。外公，外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外公是来看墨儿的啊！外公看看，长高没有？长壮没有？ 长高了，啊！长高了。薛谷主，展白的伤势没有大碍吧？他的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，需要等他苏醒过来再进行医治。哦，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本来展白到天山派找我。 去取龙蛇草，我听说你和墨儿也在药师谷，就想跟过来看看你们。没想到路上遇到元义公杀手刺杀，展白为了救我，负了重伤，是我连累了他。啊，这龙蛇草，展白昏迷前说要交给薛谷主保管。
终归还是为了巡阳。这几年来，一次次看着他拿着药材回来，不是身中剧毒，就是满身是血，仿佛永远不知疲倦。我是你师父无碍，蓝龙。龙蛇草也已经放进冰窟了。你怎知？我怎知你想要问些什么？还真是重情重义的霍七公子啊！醒来之后，先是关心师父，再是关心救墨儿的药，最后才知道要关心自己。说不出话。你喉部受损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说起话来就会像刚才那样，喉咙感觉痛如刀割，并且气息不足，音哑难听，搞不好日后便成了个哑巴。不过也好，你之前呢总是日出千言，不损自伤，以后正好少说点话，既不聒噪，还能落得一个寻药救人、重情重义的好名声，值了。你是想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痊愈，去替墨儿寻下一味药？得在谷里待上一阵子。方才说你落下终身残疾是想诓一诓你，没想到你一点也不着急，说你不能及时去取药，反倒着急上了。这回你应该不着急离谷了。墨儿和秋水夫人已经来到谷中，转过去，把肩露出来。头发。别乱动。转过来。风吹雪落，眉香如檀。而你以为深深满，那应几声，而心事绪不完。云间皎月攀过流年，孤身如烟赴长夜。
刮痧不是一味的用蛮力。老心上，时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笑与泪声很爱与很茫茫，红了眼眶，老心上。这咳嗽声发生平滑，看来是恢复一些了。说几句话听听。你这女人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就说这个？这嗓子虽然恢复了，怎么手还是这么疼呢？不应该啊。看来这次的确严重了很多，要在谷里多待几个月，半年吧。不疼了，瞬间就不疼了。不疼了？对啊，血谷主果然是药到病除，妙手回春呢。多谢。哦。听说这一次，你是为了救你师父才受的伤。我自小就无父无母，是师父收养了我，给了我第二个家。我视他如父，他有危险，我自当竭尽全力护他周全。那这些年，你出生入死为墨儿寻药，当真值得。只要能让墨儿痊愈，一切都值得。你此次元气大伤之后几日要好好静养，记得服药。切莫运功动气，我知道。谢了。师父，展白，师兄，你醒了。师妹，伤势如何？没有伤及脏腑吧？师父你放心吧，血谷主医术精妙，休养一阵子便无碍了。哦，好。霍公子，几位先聊，我们先行告退了。墨儿，来，师叔抱抱。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又重了些是不是？还记不记得师叔呀？记得。记得呀。师叔要带我去练剑。好呀，等师叔伤好了之后，就带你练剑好不好？好。墨儿，娘亲抱。来，师叔伤还没好呢。血谷主，秋水掌门，这是？老夫特意来谢过血谷主对展白的救命之恩，还有墨儿，也是全靠血谷主妙手回春，才保住了性命。血谷主，受老夫一拜。秋水掌门不必多礼。秋水夫人和墨儿是带着10万诊金和回天令前来，
我给他医治，乃是理所应当。至于我与霍展白，那便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了。秋水掌门似乎总是咳嗽，可是着凉了。老毛病了。秋水掌门，请。秋水掌门的咳嗽是多年痼疾，我不一定能医。就连薛谷主都说不可医治，那定是无药可医了。秋水掌门所患咳嗽，乃是长期肝郁忧思所致，气机为之郁恶，枢机失利，不得宣通。掌门运气时，真气难通于四末。难怪老夫有时练功练到一半，下盘忽然轻飘飘，毫无力气。当时脑子甚是清醒，就是丝毫动弹不得。木火行金之症，表现为咳嗽，气急难平，但实则是心中有未解之事，缠绵日久。人有七情，情志变则经脉变。秋水掌门武功盖世，但是左关之脉沉弦而细，乃是长期忧愁思虑过重，郁结在心，经年累月，日久成疾。或许是吧。老夫身为天山派掌门，对外忧心元一宫作乱，对内还要苦思下一任掌门人人选。身为婴儿的父亲，我还要忧心他后半辈子能否有个依靠。眼下最为焦心的就是墨儿的病。这些年没见他一次，就看着他的神色更为憔悴。稍后，我便给秋水掌门备几副药。那药虽有疏肝解郁、理气宽胸之效，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秋水掌门还得早日解开心结，否则那气滞血瘀之状会越发严重，影响运功发力。薛国主，多谢指点，告辞。怪不得霍七如此，只师徒二人一个模样。墨儿已经4岁，可看起来比寻常人家2岁的孩子还要瘦弱。得尽快把所有的药都取回来，这样墨儿的病也能快些痊愈啊。师父，您放心吧，我定会尽快将5味药找齐的。剩余的2味药，为师与你一同前往。师父，万万不可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我的身体。若只能居于派中静候，我又有何颜面做这个外公呢？其实，我很早就想和你一同去求药了，只是派中事务繁忙，我一直脱不开身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有徒儿在，定不会让师父亲自涉险的。世人都要历经生老病死，为师已过花甲之年，这身子有一半都被埋在土里，贸然一试又有何妨？况且，为师已生退隐之心。师父这是要退隐江湖？没错，龙蛇草生于天地间，不涉门派利益，但日后求药难免会与其他门派起冲突。若为师再以天山派掌门的名头行事，到时候恐怕会伤及天山派的名声。我不能让我这半生的心血
付之东流。可是，战白，你不用劝了，为师已经下定决心了。等我隐退以后，便同你一起去寻药，早日治好墨儿的病。如今江湖也实在不太平，此番遭遇元一公伏击，若非你正好与为师同行，恐怕我也很难那么轻易脱身呐。元一公沉寂西昆仑多年，怎么突然开始有所行动了呢？先前白云宫的秦前辈被杀，徒儿早就怀疑是元一公所为。此番元一公派出杀手想要暗杀师傅您，想必是为了削弱中原武林的势力，伺机重返中原。看来常无绝是贼心不死。我这就给阁主写信禀报此事，阁主定会通知中原各大门派，以作风范。好。我找到了当年失窃时药房的看守，他曾中过那贼人一场，好在救治及时，活了下来，但至今留有遗疾。我想着妹妹若能为此人把脉，大概可断出他所受的内伤是何派功法。我先前离教，教中出了不少乱子，短期内不便再离开。我已派心腹一路循官道而上，将此人送往药师谷。妹妹若不放心，可沿途派人前去接应。阿静，证人已在路上。双红，哎，明日你与小程顺着官道去接应，务必将人安全带回药师谷。是。那人受过重伤，身子虚浮，路上一定要好生照料，切勿有半点差池。双红定不负谷主所托。有了。还有事吗？霍公子，你是与我们谷主约好了回来的时间吗？那这就怪了。你回来那日，谷主在谷口停留了片刻，好像知道你要回来似的。是吗？是啊。哦。谁把相思铭中签，便换来是离别。梅花落眉间，人面似初见，怎么闻来天有雨雪？红炉暖绿一帘若长卷，杯墨写人缱绻独长夜。字句抱歉，吵醒你了。念君如明月，遥望无言。薛谷主有心事。为何这么晚？薛谷主一向遇事淡然，可方才见你睡着之时，仍旧眉头紧皱，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？你可还记得，你我初见之时，我曾对你说过的话？人虽有天命，但还是事在人为。
当初我破下风雪石阵，令你收下了木耳，而后每次回来，都是九死一生，也是你一次一次把我拉回来。我虽然不知此刻你遇到了何事，但我相信你，血谷主，只要你想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关心则乱，生出了惧怕之心，心绪才会越发混乱。遇事冷静，剖析条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血谷主。你言叫起人来，倒像是你师傅，我看着有几分做掌门的做派了。方才还精神不济呢，嘴皮子倒是挺灵活啊。那是自然。徐木耳，师叔今日就把剑法交给你，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，认真看，认真学。好。来，起势，左边，右边，刺出去，横扫。好，再来。木儿，来，这一招啊，肩要沉，肘要平，别动。对，摆好。这就对了。师傅，徒儿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那都是因为师傅教导无方。徒儿谨遵师傅教诲。还记得我年少时，师傅教我剑法的时候，可比现在的我严厉多了。怎么翅膀硬了，都敢埋怨师傅了？徒儿不敢。战白啊，你能有今天的造诣，都是因为你有极高的天赋。为师呢，不过从旁教导罢了。但是，你始终要牢记师傅对你说过的话：为人做事，都不能愧对手中的这把剑。徒儿谨记。徐木耳，我们再来。霍公子和秋水掌门真是如同亲父子般亲厚。之前他拼死寻药，几经生死，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共聚天伦之乐。谷主有心了。谷主，何事？双红和小陈带着那个看守回来了，人在要路。去看看。记住，不能让其他客人知道他的身份，尤其是霍展白。小程、兰兰，你们两个在门口守着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是。听阿金掌门说，此人当年找医师诊治过，但不知为何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3年前就昏迷了。哦，护送此人来的路上，我和小陈观察过他的病情。身虽炽热而神则静，语虽瞻望而声则微，文迹甲斑而浅细碎，舌苔虽赤而衣背不敛，小水不多沥，大便不密。脉微而弱，虚浮无根，是甲热真寒之症。甲热真寒，阴正四阳，水极四火，阴寒内盛，虚阳外越。曾经给此人医治的医者，应当是被热症表象所迷惑，当作热症治疗，不仅治标不治本，反而导致内寒加剧。怪不得这人的病情越来越不好了。如今此人阴寒沉潜于里，孤阳浮跃于上，是真阴寒症，所以昏迷不醒。
熬制回阳返本汤，每3个时辰服药1次。仔细照看，酌情用药。是。不知那个病人能不能醒来？倘若中间出了差错，线索断了，我又从何处查起？谷主，那吹笛之人可是你的棋友，不如让他现身一见。你何时再去药师谷下棋啊？教王不喜欢，属下再也不去了。傻孩子，我并非不让你去，只是不希望你有事瞒着我。属下明白。听闻药师谷有一株白梅，清冷孤傲，甚是不错。只可惜啊，它不在我元一宫中。还好本座爱花惜花，不然若是我想毁它，顷刻之间便可以让它成为枯枝败叶，永不再生。醒了，谷主，醒了。你感觉如何？是否有哪里疼痛？能视，能听，能言语？这是在何处？此处是药师谷，阿青掌门是我的姐姐，你放心。慢点。哦，这是世月派掌门随你一起带来的书信，他说等你醒来一看便知。掌门岂有所命，在下对血谷主必知无不言。你可记得当年偷盗毒缠杀之人的样貌？
薛谷主，夏红尘都喝惯了，不如今晚尝尝我这个。这是什么酒？你先尝尝再说。怎么样？这哪儿来的？这些年为之奔波在外，常经过一个赤山的平安客栈。先前我用你为我准备的金疮药，给那家人治伤。后来那个掌柜的一直铭记于心，便将他女儿的喜酒赠予你我，以表感激。那要是你给的，又不是我给的，无功不受禄，他们可还需要些什么？那个掌柜的女儿，似乎已有身孕，或许能备些补品。离谷时你便带着。嗯。只是喝酒，有些无趣，不如我们来这个。你还会这个？你若是赢了我，赢一次，我便答你一个问题；你若是输了，便答我一个问题，如何？怎么，怕赢不过我呀？谁怕你了？来，先把酒倒上。来啊！哥俩好啊，四喜财啊，六六顺。问吧。师傅送我回来那天，听说你下午在谷口，而且停留了片刻，不知薛谷主是在等什么呢？风律那个丫头又多嘴了。薛谷主，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。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所以薛谷主是在等什么吗？嗯。什么？所以你在等什么？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。你再来。哥俩好啊，五回首。六。所以薛谷主是在等什么呢？我啊，在等一只傻狍子。傻狍子？这林间有一只傻狍子，终年跑来跑去的，每一次受了伤，便会趴在药师谷门口。我在等他。切，哼。那只傻狍子定是知道一定会有人救他的，所以安心躺在谷口。倒也是不傻嘛。这么说来，倒还精明得很。谁说不是呢？走来。哥俩好啊，8匹马红。你输了，快快快，喝酒喝酒。赢了倒是挺积极。问吧，你实话实说，你是真的没有钱还债吗？你就想问这个？不然呢？你半夜摆酒至此，还跟我喝酒划拳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呢。这还不重要，我医治你不仅费力还费药，如今又添了一笔债，钱财于我而言最为重要。要是有钱，就赶紧拿来。没钱。真没钱？真没钱？你真没钱啊？我真没钱。你的玉佩不错，把它拿来抵债。这玉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
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师父送的呀。秋水掌门。哎，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比武，输了之后，被人嘲笑，内心十分的不忿，便鬼迷心窍的从背后偷袭了人家。师父知道之后十分的生气，于是习武之人，输赢实属末流。所中者，武德也，投机取巧的赢，不如堂堂正正的输。偷袭乃小人所为，你可记住了？记住了。为师托你，你且说法。师父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父，受徒儿一拜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好徒儿。这是一块玉做成的2个玉佩，你我师徒一人1个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舍不得给我，故意扯谎抵赖？若是秋水掌门也有一块，为何我不见他带？我师父那枚早就丢了。何时丢的？你为何突然关心我的玉佩呢？我是怕他入谷之后丢的，到时候赖上我药师谷。数年前就丢了，赖不到你头上。不对啊，我就输了你1次，回答你这么多问题，你在耍赖是吧？大不了我再赢你几回。等会儿，这全都划了，酒也喝了，总要跟我碰一杯了吧？来，谷主怎么样？可问出什么？那块玉佩是秋水掌门给他的，秋水掌门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。那偷盗毒禅砂之人，竟然是霍七公子的师傅。秋水掌门的那一块玉佩，在若干年前就已丢失了。哼，是真丢失了，还是心里有鬼？那块玉佩，当年若是真丢失了，被凶手捡去，也未可知。但若偷盗毒禅砂之人，真是秋水鹤本人，此事尚有蹊跷，不能妄下断言。我需再设法试一试秋水掌门。可霍七公子也在谷中，怕是难以周全。霍七公子是深明大义之人，自然是以公道真相为重。他视秋水鹤为父亲，情感之深，羁绊之重，便如我对魔家村的乡亲们，浓于血亲之情，我自己都很难放下，更不想强人所难，逼他割舍。七弟，那日见到药师谷后山医观中，你虽劝我不要窥探薛谷主的私密，但我细细想来，魔家村全村丧于同一天，定是一桩恶行。而鼎剑阁素来有除暴安良之责，不能坐视不理。之后，我便从薛谷主身世入手调查，探查到原来薛谷主是国手薛家之女，后薛家犯了重罪。男丁满门抄斩，女眷则被流放。薛谷主在流放途中，不知为何住进了魔家村。那魔家村果然是于惠家4年的除夕夜莫名遭遇屠杀，幕后真凶至今不明。回想后山医观中，我猜测此事或是薛谷主的一桩心病。
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的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这就可以离谷了。还有，这个酒壶是你上次落在谷中的，这次可别再落下了。这边就可以出发了。伤都好了，为何还不走？难不成你真打算赖在我这谷里了？也是，是该出发了。只是往常，你还会再给我把把脉，这有点突然。这次不需要把脉。对了，你来找我是有何事啊？我是想问你，什么？没什么。这段时间，多谢学谷主的关照。我离开之后，师父和师妹也得劳烦你多多关照了。那是自然。早点休息。展白，一定要以个人安危为重。待师傅处理完门派要务，便如之前所说，和你会合，一同驯养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定会赶在你之前将要找齐的。你这孩子，师兄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怎么不见墨儿？哦，我让小环带他出去玩了，不然他若是在这儿，定是哭着闹着不让你走。我还想跟他说呢，我会尽快赶到瓜州，教他练剑的。霍七公子，这是这回放药的盒子。风绿姑娘动作倒是挺快。那是自然，谷主吩咐的。师父师妹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保重师兄。嚯，这么多药！你这女人，嘴上赶我走，实际上比谁都操心，准备的要比上次还多。这是怕我死在外边吗？说起来，好像还是第一次主动让我去寻药。你是来找小叶姐姐治病的吗？你是龙门村那个小男孩？对呀对呀，你怎会认识我？可是小叶姐姐跟你提过。有人跟我说，你最怕扎针了，对吧？今日天寒，为何独自入谷呢？今日初一，小叶姐姐平日里都要去龙门村义诊的，但双红姐姐说今日谷中有重要的事情，来不了了。李爷爷要我活动活动筋骨，所以派我来送。重要的事情，果然有蹊跷。秋水掌门，我近日查看医书之时，在古方上有记载，这肝郁忧思之症，可用灸法调理，想着便再过来给您看看。没有，老夫先行谢过了。正巧这2日身体不适，可能是老毛病犯了啊。这是醍醐香，有静心安神之效，可调理身体上的不适。哦，
葱绿，那边如何了？小陈已经带秋水夫人和墨儿去下支援泡温泉了，我们会尽力拖住他们，为谷主争取时间的。你那边呢？谷主已经在秋之院了。霍七公子虽然走了，但秋水夫人还在，还是要小心，不能让她察觉。放心吧。万一出现什么变故，记得及时提醒谷主。好，走。你是何人？天山派秋水鹤。你可知墨家村？师父，师父，这就是你让我出谷去寻药的原因吗？是又如何？可是因为魔家村灭村一事。方才我只是问他是否知晓墨家村，并未提及灭村一事。四哥在谷中的时候，曾误入过后山，觉得此事不简单，便查询了你的身世，并且告诉了我。我也曾看见那片碑里。抱歉，此事不该瞒着你。既然你已经知道真相，那我也实不相瞒。我在那人身上见到了一枚玉佩，那玉佩样式罕见，若是能找到那枚玉佩，说不定能有些线索。那有劳把它画下来。这枚玉佩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和霍展白身上佩戴的那一块一模一样。墨家村灭村一事，我查了很多年，与你腰间的那块玉佩息息相关，而与你有同一款玉佩的，就是你的师父。所以那日喝酒划拳，你是想从我口中得知这玉佩的来处？为探真相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以你的立场这么做的确无可厚非，但我相信我师父的为人，他绝对不可能滥杀无辜，更不可能做出灭村那般恶事。他的那枚玉佩早已丢失，或许是有人捡到了，故意栽赃陷害呢。丢失一事，口说无凭，万一是他信口胡说，诓骗你呢？不可能，这当中定有什么误会，所以我才要用观心之术查出真相。薛谷主，你敢拦我？你要是敢插手此事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就算要问，也该当面问个清楚。你能给我1天时间吗？魔家村与你，就如同天山派与我。换做我是你，我也定会问个清楚。我又怎会拦你呢？但他毕竟是我师父，我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你对他使用观心术呢？再者说，如果真凶不是他，待会儿他醒来之后，只会发生冲突，局面只会更糟。你给我1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你与他师徒情深，不便插手此事。正是因为师徒情深，才更应该由我来问。让我来证明师父的清白，好吗？好，那便给你1日。但在查出结果之前，我会命人随时盯着秋水鹤，绝不让他离谷半步。师父，哎呀，怎么睡过去了？展白，你不是走了吗？
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您身体虚乏，再加上提壶香的功效，所以便昏过去了。因您身体抱恙，我就命人把霍公子给追回来了。秋水夫人要照顾墨儿，以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还是身边有人照看为好。哦，展白的伤刚好，趁此机会在谷中好好静养一下。哎呀，你呀就是太心急了，没有好身体，怎么去取那难取之药啊？都听您的。哎。子夜，你给霍公子1天的时间，让他去问秋水鹤。霍公子是个懂得大是大非的人，既然他主动提出来要问，说明他并无偏袒之心，只是想查明真相。若当年的事真与秋水鹤有关，他亲自知晓，总比事后由他人告知的好。子夜，你把霍公子支开，是怕他为难，希望他能了解你的心思。有些事啊，该面对的时候就要面对，也许这就是命运。只是不知道秋水鹤如何回答呢？师傅，您这后背的旧伤还没好吗？啊，没事，老毛病了。我帮你揉揉吧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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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偶尔这种阴湿天气的时候会酸痛一下，啊，没有大碍，没有大碍。要不是我当年贪玩，从悬崖上摔下去，也不会让您因为我受了这伤。都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了。哎，展白，这么晚来找我，你可有什么急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想跟师傅多待会儿。是啊，自从你去了顶剑阁，你我师徒2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师傅，其实这些年我行走江湖，一直谨遵您的教诲，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你是说顶剑阁的那些兄弟们？除了他们以外，还有华山派无极宗的师兄弟们，还有一名女子。哦，这个都未曾听你说过吗？是世岳派的阿金掌门。阿金掌门？没错。木儿的药方里有一味药叫七叶明之，是他们世岳派的圣物，所以才和这个阿金掌门不打不相识。这个阿金掌门性子爽利，不输男子。若是有机会啊，我带阿金掌门跟您认识认识。不必了。为师与阿金掌门曾经有过一面之缘。啊，师父也认识阿金掌门？
当年世岳派掌门继任大典，我随同南宫阁主、灵公主一同前往。那时候阿景掌门刚刚继任，正如你所言，他虽然很年轻，但是行事干净利落，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当时阿景掌门知道我拿走了他们教中的圣物，甚是恼怒，于是拿出了2杯毒酒，让我和薛谷主喝下。幸好那杯中物只是寻常毒物，并不是世岳派的毒禅砂，也算是饶了我一命。待改日，为师一定登门拜访。谢谢阿景掌门手下留情，将七叶明脂赠与墨儿治病。说起阿景掌门，他继任那年，应该也是会家4年。正是会家4年，怎么了？魔家村一事，也是会家4年。那桩旧案，定剑阁可有什么眉目了？正如师父所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无迹可寻。我记得师父那枚玉佩也是会家4年丢的，可是丢在了世岳派。谁同你说的？我玉佩是在会家4年丢失的。啊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会家6年，我给你师娘扫墓，等回来的时候就发现玉佩不见了，可能是丢在后山了吧。可后山那么大，怕是难以寻回。师父会……你今天晚上怎么了？问东问西的，我看你不像是和我来叙旧的，像是在审问我。徒儿不敢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为师也累了，就回去睡吧。那师父早点休息。秋水掌门还未休息啊？哦，薛谷主。秋水掌门深夜在此，不知是为何？啊，掌门看起来似乎有什么心事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找掌门。您是江湖当中的名门正派，德高望重，明日可否替我做一个见证？作何见证？掌门可知，这药炉中的病人是谁？是谁？一位世岳派的看守。世岳派的看守，为何会在此处呢？霍公子之前恳请秋水掌门去查探魔家村一事，您可还记得？啊，确有此事。难道魔家村一事与谷主有关？我也是正在调查此事。魔家村灭村之时，歹人便用了世岳派特有的毒禅砂，但是经我调查之后，发现这毒禅砂乃是别人当年从世岳派当中偷走的。我已经救下了当年看守世岳派药房的守卫，他曾与那个歹人交过手，说是他醒过来便可以认清那人的真面目。
也可以查清当年的真相。恳请秋水掌门明日替我做个见证，无论那个歹人是谁，我都要在天下人面前讨回公道。主持正义，老夫责无旁贷。哎呀，这可惜呀！我派中有异，事发紧急，明日一早，老夫便要启程。老夫有些无力呀。这么着急？是啊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便不好再留掌门了。那掌门，此去多保重。薛国主，告辞了。师兄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啊？师妹，你可知道这枚玉佩？这不是当年爹爹送给你的玉佩吗？你俩一人一枚，一模一样。没错。可我听师傅说，他的那枚玉佩丢了。你可知是何时何地丢的？说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会家4年。你确定是会家4年？你没记错吗？我不会记错，因为会家4年正是我及笄那年。那时候我求着爹爹让他把这枚玉佩送给我当及笄礼物，可是他却说这枚玉佩弄丢了。后来这件事便也不了了之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问起玉佩一事啊？没事，你早点休息。